关注前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美国企业的现状。这个众所周知啊，美国有三大股指：道琼斯、标普500、纳斯达克。道琼斯和标普500主要是一些传统企业啊，纳斯达克呢汇聚的是那些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现在呢经济急剧衰退，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是负增长。可是这个美国股市大涨，纳斯达克还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是因为这个美联储狂印钞票，而且它 QE 无上限啊，这个原因。疯狂救市导致了虚假的繁荣。但是就算美联储这样不计血本的救市，也就只有纳斯达克创了新高，而道琼斯和标普500都没有创新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标普和道琼斯啊这个里面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一些传统行业啊，你比如说像航空啊、页岩油、零售、金融等等。而这些行业呢，在今年受疫情影响是最大的，很多都已经到了即将破产的边缘。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是吧？这个企业你要经营不下去了，你就应该让它破产，汰旧换新。但是美联储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因为美联储今天有两大目标一要维持充分就业，二要控制通货膨胀。你要想维持充分就业，你这些公司如果倒，那不是有一大堆的失业人口要冲出来的吗？失业率就要飙高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钱呢先撒出去先用低利率给市场非常廉价的资金来营运如果你还营运不下去，真的没有现金没关系，政府直接给你钱，给你补助，买你的企业债，甚至呢他是直接给中小企业钱，只要你先活下来。但是这样做的话，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安联首席经济顾问伊尔艾朗就说，美联储救市恐怕会催生美国的僵尸市场。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美国现在不是只有少部分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规模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僵尸市场。什么叫僵尸企业？其实就是不赚钱的行业，前景暗淡。美国有很多的汽车零售业、销售业养了大量的员工，但是业绩又上不来，因为这个美国零售业已经到了暂时的一个尽头，前景很暗淡。但是它怎么活下去呢？就是靠政府补助或者市场的借贷生存。很多企业呢在发行企业债，那发了企业债之后还个利息，然后把钱拿到股市买自己家公司的股票，推高股价。这个股价推高了，但是企业经营不赚钱呢有些企业它还需要还本金嘛，但是很多僵尸企业它没有办法去还本金，那就只好怎么办呢？借新债来还旧债。市场现在利率低就这么先经营下去，拿美联储给的钱来换时间，希望这个万一有一天你经营好转了呢，对吧？就算好转不了，那也没有办法呀，反正现在又不允许倒闭，好日子先过，拖一天算一天呗。那这些企业尽管前景不佳，但是规模又很大，它因为占据了大量的资源所以呢，它可能会让很多的新创企业没有办法出头。僵尸企业的存在会让整个经济体增长速度变慢，但是僵尸企业的股价一直在涨，泡沫是越吹越大。这样的僵尸企业越来越多，那就形成了僵尸市场。这样的僵尸市场是美联储政策补贴和资金错误配置所形成的。本来僵尸企业都不值钱的，现在呢都变得很值钱了，市场的价值就被完全的扭曲。这些僵尸企业是美联储跟美国政府一起养出来的，而这些僵尸企业绝大多数都在道指跟标普500指数里。相比而言的话这个纳斯达克的含金量那就要高很多，毕竟都是一些高科技成长型企业。但是最近这些企业
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上周五的时候 ，Facebook 跌幅高达8.32%，Facebook 的下跌有很多的异常，成交量是平均成交量的3倍，换手率呢也是平均换手率的3倍，非常结结实实的下跌。这个 Facebook 为什么会跌啊？我相信大家但凡看了点新闻的都应该知道啊 ，Facebook 这几天啊持续受到了来自于广告商的压力，因为很多的广告商都参加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一些组织发起来的，抵制 Facebook 平台对于所谓的这种仇恨性的言论啊或者广告放纵，允许这些仇恨性或者种族对立的言论进行传播，所以他们非常的不满。说你这个 Facebook 你收了广告费，然后还允许种族对立的传播仇恨这种观念，然后就要求呢更多的广告商、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不要在 Facebook 上去投放广告。那么市场呢确实有很多的企业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包括联合利华也宣布加入到这场运动来，表示在今年这个7月份一直到今年年底都不会向 Facebook 投放广告。大家要知道，这个 Facebook 的整体营收里边90%都是来自于广告业务啊，所以这对 Facebook 整体的营收增长呢是影响非常的大。现在的话，有超过100家企业会停止在 Facebook 上投放广告，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 Facebook 做出改变为止啊，就是把那些仇恨性的广告或者言论进行更多的审查或者删除，是吧？除了 Facebook 以外，Twitter 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咱们再看看苹果啊，苹果上周五一样是被人大规模的抛售，因为苹果最近其实也没有什么利好消息啊，由于这次疫情，在美国很多州都有继续扩张的现象。最近几天新闻大家也都看到，美国疫情感染的数量增长那是吓人呐，几乎每天都是3、4万人的感染，都快接近最高峰了。这就代表确实在很多州这个疫情啊已经2次开始爆发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苹果基本上已经是关闭了。截止到我今天看到的数据啊，是苹果在美国5个州已经总共关闭了32家店。对于苹果来讲，本身啊它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它的新产品有延迟，再加上门店的关闭，整体来说今年的销售给切成一段一段的。对于苹果来说，今年的日子真的是很难过。我们再看一下微软啊，首先这个微软今年的话呢，它把全球的门店、实体门店大部分都关闭了，在全球范围内只留下5家门店，剩下的全部关闭。不是说临时关闭哦，是永久性关闭。为什么呢？好像它以后是准备走线上的渠道啊，因为线上可能会受到一些东西的影响，会少了一些，线下门店受影响太厉害了啊！你不管是疫情啊，还是一些运动，不可控的因素太多，所以他在这个状态之下做了一个转型。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就会存在一个问题，你得要大量的钱呐，有大量的费用啊，员工要裁撤啊，租金、违约金的赔偿，总共大概要有4个多亿美元的成本支出。还有一个问题啊，微软呢在业务层面也做出了一些收缩。微软之前呢有一个游戏直播行业，但是微软呢它宣布放弃了这个业务，它签订的所有的主播都拿到了天价的赔偿金，其中有一个最火的主播拿到了多少？3000万美金的解约金。这对于微软财报上来讲的话，那肯定都是有影响的啊。再看看谷歌，谷歌这边同样面对很多问题。首先呢，就是跟 Facebook 一样，来自于广告商广告投放的这个运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谷歌这边啊，还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美国本土对它的一个反垄断调查。这个反垄断调查的结果差不多还有1-2个月时间可能就会出来了。如果调查的结果最后的判决对谷歌不利的话，处理方式当然有很多了，要不就是交天价的罚款，当然最严重的甚至可能这个谷歌啊会导致拆分。这个呢就是美国几个最大的高科技巨头企业的一个现状啊，都是面临着负面消息和压力，而且都是在最近突然集中爆发了。今天跟大家详细介绍了一下美国企业的一些现状
我觉得大家要对美国企业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基础的根基是企业，只有大量优质企业，国家才会强大呀。你没有优质企业背书的股市，你再怎么上涨，那都是泡沫，而泡沫迟早都会破灭。上周的时候高盛就发出强烈警告，说可能这个美国股市回购也许在将来不久会结束。其实高盛这个警告在2019年的时候也发出，当时呢，他强烈建议这个国会支持回购政策，并且列出了很多理由说如果这个国会不支持回购的话，美国股市很快就会崩盘。所以国会就同意了他的建议以后继续支持美国股市的回购政策，这才得以支撑股市从2019年一整年走牛到今年初的一个崩盘。但是今年初这个崩盘以后，股市再次被救起来，实际上也是大规模回购的一个关系，否则怎么可能救得起来呢？美联储它是不惜血本救市前2天甚至还修改了沃尔克规则，允许商业银行进行高风险投资，简直是孤注一掷你说这个美联储它不希望失业人口过多，不希望失业率太高，很正常，但是呢，它就养出了一大批的僵尸企业，这就给未来美国经济复苏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但是美国呢，可能还不会那么快的崩盘因为毕竟这个美元是国际货币大家还在用，美债世界还在买，美国的总负债历史最高了，美国国债美联储自己把它买回来，左手输给右手，美国借了一大堆的钱，现在全部只能够还利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美联储自己就已经成了僵尸的投资了。好的，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签到。